社长很热情，他拿了一堆东西，还有就是这个卡勾美，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贵泉是很会做实验的一个酒造。就完蛋了，这个一喝就回不去了。这个刚刚我们在正式拍的时候，下盅都没拿出来，现在一个一个让我们试。Correct number one。哇，如果你有机会喝到这款酒，那当然很贵啦。就是如果你有喝到这一瓶酒，我必须说呢，你就是钱要花在对的地方上。那我们去拜访归泉的时候呢，其实老社长和他的杜氏小丽园呢，其实表面上呢是有点腼腆，但事实上呢，在拍摄之外的一些行程，比如说我们去吃饭啊，或者是说在那个社长私人的酒宴那个环节，待会我们会看到，其实呢你会发现他们是很客气而且很热情的，会让你喝各种他们实验的酒。说到归泉，其实喜欢喝甜口酒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名字，因为它实在太有名了。它的 CL24 呢，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在日本有一个高知这个县生产了一个这么可爱又迷人的一个酵母。归泉是一个很小、非常小的一个酒造，但是呢，它非常的富有实验精神，同时呢，也是高知第一个使用 CL19、CL24 的酒造，所以呢，它的故事也特别的精彩。让我们看看这一次的归泉与贴不到眼 WiFi。归泉酒造在高知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中小型的这个酒造啊。我们开玩笑说，喝它的酒，你闭着眼睛喝它的酒的话，你完全不想象不到它是高知县的酒厂。我引进归泉的话，应该也是在6、7年前吧。那个时候，归泉根本没有卖过，一瓶都没有卖过啊。那么 CL24这个酵母没有人知道。那么我本来就想，他这个酒我喝了之后觉得很惊艳嘛，所以就一拍即合了。我们跟他定的是一个全年的计划，我们拿了第一批酒来，货一到就卖光了，完了赶快跟他订第二批，他已经没货了，害得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客人就是上了酒单了，来了一次就没货了，我被人骂得半死。創業はですね、明治やなしに西暦1897年です。11人の仲間で始めたんですけども、もっとうまい酒を飲みたい。その当時各村々に送り酒屋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もっと美味しい酒を飲みたいということで11人の仲間が創業しました。それで10年ぐらいでもう昔はお酒が腐ったんでもうお金がいるのでついてこれなくなって2軒だけでもう100年以上続いてました。はい。我们去归泉的时候呢，本来啊，我以为归泉就 CL24啊、CL19这一类的甜口酒，没想到呢，他们呢是一个高知的一个酵母的先驱的实验所。西园社长他把酵母研究得非常透彻，包含他们自己会去把一些酵母跟另外一个酵母融合之后，再去做一些新的风味的一些实验。所以呢，我们看到那个它的 menu， 就是它的一个产品名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把所有的酵母呢都全部标出来了，比如说CL19、CL24，然后 H 啊，或者是 KA 啊，或者是 A 系列、AC 系列等等这些酵母。那这些酵母其实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西园社长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很详尽的一个解说。知見さんの酵母はですね、いろいろあるんですけども、大体がもう香りがすごく高いです。でリンゴ系の香りが高いのがセルでバナナ系の香りが高いのは A という、A の14とか A の41とかそういう酵母があります。で両方の香りが出るのが AC の数字が出るやつ AC95 とか AC17 とかそういう酵母があります。 KA は熊本9号系の酵母ですね。 KA1 はこのセル19とK1 のブレンドのやつを使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ちょっと淡りの酵母なんで別の酵母が欲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セル19と H21 は広島の酵母です。セル24が香りが出ます。リンゴ系の香りが例えばセル19がカプロン酸エチルとい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が 10ppm ぐらいなんですが、セル24は 22、23ppm で出るんで倍以上香りが出ます。归泉酒造呢，其实在
市场里面，清酒市场里面呢，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贵圈酒造，他们的酒是不是做混酿的？他们就是这一桶做完，然后下一桶可能又有点数值不太一样，所以酒标会一直变。这种百变的风格呢，加上这种可爱的设计啊，使得贵圈酒造的清酒在清酒市场里面呢非常受到瞩目。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来试一下。今天呢，我们的那个西园社长还有欧嘎桑，他跟我们一起来，然后呢为我们介绍这几款酒。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这是他们推荐的，叫本酿造。龟泉本酿造，然后呢，比较特别的是松山三井这个酒米。松山三井呢，它是在爱媛县的一个酒米。最早呢，这个米呢，它是拿来吃饭用的，它是食用米，并不是拿来做酒的。但是呢，因为它的米粒大，然后呢被酒造发现到了，它可能或许很适合酿酒，所以呢就由酒造开始来开发它。然后呢，大部分用的都是四国地区的酒造，它的酒米的风格会是当然是比较低，然后那个新白大，那个也不容易破碎。哦，我卖，哦一起呢。哦，我们到那个或起到高知之后呢，我会发现当地人都很喜欢喝这种新口酒。这种那个就是土佐男人就是豪爽闻名，所以他们喜欢喝这种新口酒，大块吃肉，大块喝酒。确实这样的酒非常非常适合拿来大餐用，而且呢后面很干净，它的收口 after taste 非常的简洁有力，收口漂亮，然后呢酒体轻盈，很爽的一款酒。我觉得它适合搭各种的餐前酒，或者是你吃油腻的一些像浓郁的料理，中国料理啦什么的，都很适合搭它。它也很适合搭生鱼片、沙西米，我觉得都非常棒。那你口嘞？セルミジウムの濁り。啊，紫酒，紫洛，这个是紫洛，就是这个小俊给我们喝了一个紫洛，就是里面其实你看就还有没有融化的那个米啊，酒米啊，紫洛酒，然后有这个一般会有那种乳酸的感觉，然后加上那种浓郁的口感。This one， 哦，这个是那个 CEL24生源酒的紫洛酒，哦，这个很难得。このお酒はですね、亀のという米を使った原型精米の精米 50% の純米大吟です。この亀のという米は100年以上前に山形で開発された米ですけども、今回これに使っている米の8割は秋田県産、2割は社員が田んぼ借りて作った高知県産の亀のを使っております。酸度高，然后呢，我觉得它糖度也高，就是你喝起来它很甜，但是它的酸度会把甜给盖过去，所以你上来的话，它不像本酿造那么的，一开始就那么的 dry， 但是它到后面其实是有点辣感，然后呢，加上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苦，但那个苦呢取得非常的平衡，就像我们在喝柚子汁，如果你加了一点柚子皮，你会觉得除了甜之外，还有一点点苦去平衡，它会非常的好，组合成了一个特别，我个人今天是最喜欢的一个原酒，我觉得非常的棒。对啊。啊！哇塞，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个焦，就完蛋了，这个一喝就回不去了。这个刚刚我们在正式拍的时候，下炯都没拿出来，现在一个一个让我们试。好 ，OK， 这一款是Yamada Nishiki 35%，expensive。它是最贵的一款酒，是满龟泉。这款酒在他们自己本社买呢，都得1万多块钱。OK， 哇，如果你有机会喝到这款酒，那当然很贵啦。就是如果你有喝到这一瓶酒，我必须说呢，你就是钱要花在对的地方上。这个山田锦毕竟做起来呢，它还是稍微很干净，然后它不会有太复杂的味道，干净，然后呢，就酒体呢也稍微轻盈一点点，然后呢，加上他们是用 CEL19来做，所以它既有那个 CEL19的那个酸度跟香度，但是又有山田锦的干净以及山田锦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这款酒非常好喝。会不会到时候拿出生酒来？生姜酒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今天刚买了一瓶。小夏呢是他们高知的一个特产，然后呢它就是一个柑橘系的一个水果，然后呢小夏呢很适合做成一个跟柚子搭配的一个果酒。但这一款它的小夏呢，基本上我看
啊，它就只有完全的是用小虾去做，100%的小虾。我们在外面喝到比较多是小虾加柚子，小虾的酸度很高，然后它在那个高知的一个叫做马路村的地方是最有名的一个特产。然后呢，那个马路村只有800个人居住，因为小虾一下子火了全日本，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要吃这种东西呢，就必须要认定这个小虾。啊。就跟你在喝那个，该怎么说呢？它又没有那种柠檬的酸味，但是它的香气跟那个，它是偏柚子系的那种香气啦，也不会太甜，我觉得蛮好喝的。你到高知来一定要来找小夏，就是你不管去各个酒造，它应该都有小夏做的一个利口酒，大家可以试试看。宇宙酒。那个宇宙酒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高知在很早的时候呢，跟日本呢跟那个苏联合作，他们把高知的酵母，还有高知的一个高知的酵母直接送到那个宇宙站里面去，然后呢做出来的那个宇宙酒呢，有些酒造有做，现在很多都不做了。那这个宇宙酒做出来是什么味道，我也没试过。然后呢，就还必须得到高知的宇宙什么酿造协会还是宇宙酒协会的认证，才能被标上是那个宇宙酒去卖。然后呢，它这边有写啦，宇宙深海酵母，宇宙深海酵母世界第一的一个称号。那种香蕉硬糖、香蕉的那种纯米大吟酿那种香蕉的味道蛮浓郁的，但是它用的是100%的蜂蜜汁。日本叫做 Plus Three 哦，它是日本酒度是+3，所以呢，它基本上算新口酒。但是喝起来，我觉得超过3，我觉得应该是口感上的感觉啦，因为它可能酸度很低啦，所以喝起来的话，感觉像是+7、+8、+10都有可能，很特别，很特别。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只有在高知你才会看到这种东西，叫做宇宙深海酵母。然后咱们龟泉也做了，龟泉是很会做实验的一个酒造。来2刀。倒酒的知识很专业，这位是我们未来的杜氏，然后龟泉未来要靠我们Ogasa，就是他继续我们西园社长的一个方向努力前进，所以Ogasa也是很专业啊。我补充一下这个Ogasa，他呢平常在酒造里面呢，他现在几乎是负责杜氏的工作啦。然后呢，那Ogasa基本上就延续了那个社长的那个路径，但是呢Ogasa本身呢，他很忙。他除了冬天做酒之外，其他的时间他在干嘛？他种田，想象不到吧？他是个农夫。我们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他跟我讲他很忙啊，因为他是农夫啊。我说很特别，因为他还自己下去耕田，你知道，自己做酒米。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做出来的酒会不好吗？就会让我想象到像酿酒瓶室一样，他们就会关注到这个酒米本身的一个特性，努力去做出最好的酒。别看龟泉这么小，他做出的酒都是目前在市场上，你绝对很多是你没听过，或者是有一些实验精神。万一你有机会到高知，你一定要来这边看看这个可爱、很小、很古老，但是又很可爱的一个小酒造。感谢龟泉酒造的西园社长，他带我圆了一场高知的美食梦。在我出发到高知之前呢，我就知道高知的饮食文化有双代表。那么这一次呢，他带我去体验的这个民国料理呢，恰恰把这双代表呢全部都涵盖在里面。其实民国料理呢，指的就是一个50到60公分的大盘子，所有的美食呢都被放在这个盘子里面，然后所有的高知人呢，参加这个民国料理的聚会的时候，就要围着这个大盘子坐，然后同步吃这个盘子里所盛的所有的美食。这对于喜欢分食和一人食的日本人来讲，确实是一个蛮地方性奇特的一种美食文化。那么这次西园长带我们去呢，就是隐藏在一个非常深的高知市区里面的一个小巷弄里面，然后门面一点都不起眼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小酒馆。这次西园社长算是带着我们的团队，很深度的体验了一场从江户时代到现代的高知人餐饮文化搭配上的一个绝妙的体验。
经过了这场体验之后，我会为龟泉设计出什么样的料理呢？今天这道要搭配龟泉西伊尔24的这道餐呢，我选择了羊排。众所周知，龟泉西伊尔24，它充满了花香、果香，甚至还有非常丰富的蜂蜜的味道。这样很浪漫、很罗曼蒂克的一款酒，它跟羊排的设计究竟要怎么样产生一个关联，而且还要有云贵川的风味呢？那么我在味型的设计上呢，我打算用对比的方式，也就是用羊排的厚重感跟西伊尔24的这个清新感呢，作为对比来挑战我们味觉上的一些适应性。到底要怎么做呢？这个对比性呢才会显得不冲突，而且产生惊喜。那么最后主要的成分里面呢，是豆豉、花椒作为主基调，而百里香、香柚作为辅调，然后一起被揉进羊排里面，然后再搭配到西伊尔24的果香、花香、蜂蜜的甜度里面，在口腔里面呢，在味觉上呢，形成了一种意外性的完美的结合。浓郁羊排基底以青花椒的鲜麻与柑橘酸度构成高动能，蜜柚与百里香清香提供高芳香轮廓，成功创造出厚重加上清新对比，精准落位于风味象限图的动态芳香融合区。因为这个龟泉酒造呢，尽管它是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个酒造，但是呢，它是勇于革新的一个酒造。在我看来啊，你首先你在高知县，但是你做的酒完全是跟高知县是不一样，就是完全跟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很有这种气魄，很有这种魄力来去做一些个不同别人家的酒。CL24酵母，CL24的酵母的前一代酵母叫 CL19，这两款酵母在高知县被发明出来之后，第一个用这个酵母来酿酒的就是他们龟泉酒造，没有人用，都觉得不好用，只有龟泉是敢于用。当小笠原都市开车去接我们，从高知市区一路慢慢的开车进到乡间小道，就要到达龟泉酒造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呈现在我面前的一个画面，竟然是比我想象中的老酒造还要老的酒造，完全是滤镜产生出来的一个酒造。我看到西园社长站在酒造里面接我们，然后酒造整个的光线从这个窗户射进来，然后反映到他身上，那种光束都是滤镜，整个全部都是滤镜。那我觉得我很像在看一部老电影一样，从我踏进酒造的第一个画面开始，到接下来拍摄的几天内呢，西园社长呢从 A 区移动到 B 区，甚至踩着木地板咯吱咯吱的那些声音呢，都非常的像就是隔了一个屏幕看到的一个景象，但它真实存在我的面前。还有就是在未来的这个时代的巨变里面，它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滤镜下，能够继续为我们做出什么样罗曼蒂克的清酒的一个梦。我们在采访社长的时候呢，其实有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到龟泉的时候发现呢，他们把3-4个电风扇对了一个发酵槽在那边拼命的吹，然后我们就去问社长为什么要这样吹那个发酵槽。那后来社长跟我们讲，是因为他隔天呢，因为里面发酵槽的酒液要出来，然后呢，他准备压榨完过滤之后直接要装瓶。但是呢，因为这个酒呢，它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它出来装瓶的时候呢，它瓶贴那个标啊，酒标啊，它容易贴不上，所以呢，它其实做这个电风扇的动作是为了要升温呢。所以你就从这个小例子就看到，他们龟泉呢其实非常的小。坦白说，他们酒造里面的设备呢也不新，你可以看到昭和年代的一个珐琅的发酵桶，他们不锈钢桶也很少。然后呢，我们看到比较令人动容的画面，就是78岁的老社长。每天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大概是早上的5点半6点到。其实老社长他就已经在那边做他的实验了，去研究每天各种酒的一个数据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杜氏，为了要接这个杜氏的小笠原先生呢，他酒母是怎么移到发酵桶？他是用那个桶子啊，用手去一个一个舀上来，然后争分夺秒的跑到发酵桶去用倒的。其实他们的规模真的非常的小。那如果你有机会到龟泉再仔细看那个墙面，其实它是一个很老的日本建筑啦。然后呢，
墙面甚至有一些斑驳或者是一些掉落，那他们也是用很补强的方式再继续做这个酒。那坦白说，如果没有 CL24这个酵母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没有这个引接到一个比较大的市场的话，其实龟泉它的生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这两家人呢，他们合力一直到现在坚持了100多年，把龟泉这个品牌在高知越做越好，所以等于是说让很多人在现在都知道龟泉这个品牌。在拍摄的时候呢，其实每一帧的画面，我看到西元社长在那边，不管是爬上爬下，然后呢这么大的年纪，那么寒冷的天气，然后呢每天在那边量数据，然后甚至连精米、连撒渠，然后连制渠，他都是亲自亲力亲为。然后呢这样的一个精神，让我们其实非常的动容。那龟泉坦白说，也是我第一个在拍摄的时候拍摄到有点想哭的一个酒造，因为它实在太。因为该怎么说呢？他实在太用心，而且呢，整个社长跟整个社员呢，在那边10几个人去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量，然后做出那么好的一个酒。所以如果说未来有机会你喝到龟泉的酒，不管你喝到的是哪一款的酒，除了要去赞许他的一个实验精神之外，为这个小小的酒造龟泉暗暗的点个赞，然后呢，多多支持龟泉。理念といってあんまり考えてないですけども、まあ今現在は亀泉は美味しい、楽しい、面白いをモットーに高知県産の米、酵母、水にこだわりながらバラエティ豊かなお酒を作っております。大きな市場、例えば関西、関東なんかに出荷する場合にやっぱり違いが他の県と違いが分かる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それを売りにしております。子供の頃から後を継がないかんという意識はありましたね。それで大学はその東京の大の醸造学科を出ております。それでもう卒業してすぐ帰ってきて、最初はもう販売とかそっちの方を仕込みの時は仕込みを手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夏場は販売とかそっちの方をやってて。で当時がもう年がいて引退するということで、自分が当時をやり始めてもう35年以上かな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ね。40年近いかもしれません。